Hello，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Way of Light 我是 Joanna， 我是灵性塔罗师、能量疗愈师。那我会在这边用老天爷给我的礼物，帮助大家一起去探索内在，去看一看我们的未来。今天我们要来做的这个视频是关于接下来的3个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值得去期待的。那还是一样，我准备了3组牌，分别是1、2、3。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1组牌或者2组牌，然后拉到下面的评论区，那边有时间节点。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我们一会儿见咯。OK， 选择第一排组的朋友，你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的3个月会有哪一些变化，会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正在等待着我们。那请大家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要先去连接大家的能量。好，第一排组，那我会看到我们选择第一排组的朋友在其实现阶段呢，你们会有给我的感觉是有一些部分，它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节点上。那不管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或者是任何你现在正在经历的部分，可能这件事情它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卡住的感觉，卡住的能量。那也有可能它会让你觉得终于结束了，有一种可以喘口气，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可以稍微的去放松一下的这个感觉。可是我会看到大部分选择第一排组的朋友，很多的能量是会让你们感觉到一个卡住的部分。这个卡住会给你们带来一种看不清楚前方的道路在哪里的感觉。这个是我连接到大家的能量。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用塔罗牌的方式，或者用神谕卡的方式，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整体能量。看我们第一排组的整体能量。King of Pentacles, Seven of Wands, Hangman。 对，首先我想要提到的是这个塔罗牌的部分，其实它就有给到我们一些confirmation 一些确认。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会有大部分的第一排组的朋友会感觉到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或者某一件事情，它处于一个卡顿的状态，就是你好像觉得这件事情它是处于一个停滞不前，无论你怎么样的去做出一些努力，想要去寻求一些改变，它似乎就是在那个地方原地不动，就是你不管用多大的力气去推动它，好像都无济于事的感觉。那其实我会感觉到大家会有一个部分是就是有一点小委屈在内在，就是我这件事情已经努力了这么久了，或者是我已经就是在这条路上奔波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是没有看到一点的转机？为什么还是没有看到它有一些的变化？这个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能量的整体从能量的角度连接大家，还有从塔罗牌的角度来看到，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看接下去的3个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我们现阶段可能觉得有点卡卡的这件事情，或者是对，我等一下会帮大家去看情感的部分哈，因为我听到有朋友说，不是事情，是一个人，是一段关系。好，我们先看，如果说是一件事情上面卡住啊，那接下去3个月，我们着重看接下去的3个月。因为如果说你是现在就点击进来听这个视频，那也就是说到年底之前嘛，2023年年底哈，那这个部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我听到听到的讯息是，目前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它给你带来一个停滞不前的能量，但是其实我想说的，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我其实会看到这件事情它其实很快啦，它其实很快会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你说我要去努力去让它有所改变就会有改变的，这个变化是他自己，就是他慢慢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自然而然的爆发了，自然而然的就有了那个改变，就是他那个能量一直累积，就有一点像那个闪电，它一直不断的累积，那就突然就是那个闪电就下来，那个雷声就来了，就有那个会让你觉得我等待这么久，我终于可以就是有所突破的那个感觉。但是我想要提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里面，虽然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个突破让你带来的那种很轻松很愉悦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终于不需要再去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我终于就不用再去管它了，我终于就这个案子就 close 了。可是在这个的同时间，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就是在情绪上面啦，会有一点点的伴随着一点的应该怎么那个情绪，它有一点是伤心，也有一点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啊？我会看到当这件事情的转变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有一种那种好爽哦，我终于再也不用再去管它了，就是我就可以把它丢掉了，我不用背着那个包袱，就是可以很轻松的继续上路。可是呢，另外一个部分，那个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有读到，所以我就把它讲出来给大家知道。另外一个小小的一块内容呢，是你会感觉到，因为你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消耗很多的能量了，消耗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里面，所以当这件事情它突然就我不需要再去处理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反而会觉得好像没有了那个重心，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那这个是我读到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或许这件事情的结束，你本来可能是我打个比方好了，你原本可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给你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好了，但是这件事情是你非常不喜欢的，可是介于在那个能够赚到钱的那个份上，所以你就坚持咬牙去继续去做它。可是这件事情它结束了，虽然你觉得好轻松，我再也不用去管它了，可是同时间你可能就缺少了那份经济收入，所以它有利也有弊。但是对于你来讲，就是对于你长远的来讲，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束，从你的个人的角度、成长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让你更多的能够去看到自己的一个内在，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说下一次有雷同的事情发生，你可能就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心理感受再去面对它。那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下一次有一件你很讨厌去做的事情，但是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你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和能量进去做的话，你可能就会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而不是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那种牺牲了自己很多的业余爱好，或者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就是好像丢不掉也抛不开。那下一次如果还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你就会用比较开心的态度去看到它一些好的部分啊，带给你的，比如说利益啊，或者是带给你的一些成长啊，或者是其中你会找到它给到你的一些乐趣。这个是我看到的，就是一个部分啊。那这个改变它其实很快了，你不需要去，就是换句话说，其实这个改变是你自己去把它显化来的。这个是我刚刚听到的讯息。你为什么会去显化来？是因为你觉得我不想再要了，我这个东西我真的很不喜欢。那其实宇宙听到了你的需求，他应许你，他说 OK 好，既然你这么的不喜欢，那我们就不要它了，我们就改变现状。那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它不会是你预想到的，也就是说，它事前它不会给到你一个心理准备，但是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不是说会把你吓坏的那种没有心理准备，而是说你就是想到，哎呀，它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哎，突然之间它就结束了。它也不是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你感觉到，它好像真的是快要结束，不是？它真的就是突然就宣告，结束了，是吗？你可能昨天还在埋头苦干的，今天就不用再干了，这样子。那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哈。那关于这个这件事情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讯息要给到我们。我听到有朋友问我说，如果说今天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份事业的话，那可能你的事业会有一个转变其实我听到的更多的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会离职，会换到另外的一个部门，就是很突然的改变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它其实是一个转捩点。你现在可能当下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调走，或者为什么要离开这间公司？但是当你在新的道路上面，你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其实早就都是预设好，就是早就是准备好的。我们看一看事业方面还有没有更多的信息要给到我们第一排组的朋友？事业上的改变。对，你可能会离开这间公司，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这个公司，你可能是就是远离你现在所做的这个项目，你可能会去换到别的组，那你会做一件完全跟你现在手头上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会远离现在的这个整个大环境。而且我会看到你是会去做一件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着你的心，按照你的心意去做一件事情。接下去，就哪怕你还是就是在公司里面上班，可是你去做的那个新的那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就不像现在的工作，可能是你真的就不太喜欢。
而且那个新的工作啊，新的那件事情能够给你带来财富，而且是那个财富的能量，我看到它是慢慢累积起来，就是它会越来越厚实。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并不会觉得它会给你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财富的能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财富的能量它会越来越厚，就是你可以就是累积起来很多的财富能量。我看到，好，那这个是跟工作相关。我们看一看情感的角度哈，有什么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些改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情感的角度，其实我会看到第一排组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在等待某一个人的回音啊？这个人他一直都没有，迟迟没有给到你们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无论你怎么样的努力，那这个努力可能是你今天就是你很迁就他啊，或者是一直去，就是他说什么就好，就是他说今天有时间要见面，你就见面。哎，今天他说没有时间了，取消原本的约定了，你也 OK 说好，就是你的努力在于就是很顺着他。可是即使你已经这样子做了，但是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哪怕是一个答案也好，或者是一句话也好，就是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部分。尤其从情感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满足。OK， 我们看一看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在这段关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先看一看对方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分哈？对方的能量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其实对方他并不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的人，他不是那种很能言善道的人。他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流动起来的。他并不是不愿意去表达，只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对他来说，其实他也有他的苦恼，而且他会觉得，跟情感相比较而言，工作能够就是让他觉得更加的容易去处理，就是事业方面更加容易去处理，就是他比较的理性化，就是他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情感的部分就对了。我听到有一个木讷这个词，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在情感的部分他比较的木讷，他其实接收不到你传递给他的一些信号。对，我们看一看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在情感的部分。其实第一排组的朋友，在未来啊，你们会遇到其他人但是你都不太感兴趣，你的眼里面就只有你现在内心想到的这个人，但是你遇到的人其实不少的，你遇到的其他的选择其实并不少，只是其他的选择并不是你的菜。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你并不感兴趣。即使
你遇到的那个新的那个人呢，他跟你说的很好听，你也觉得那只是听一听就算了，就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情。而且你会觉得新的遇到的那个人他不够成熟，不够成熟。我们看一看你跟这个人，就是你现在心里想的这个人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部分？接下去的3个月。接下去的3个月会有改变呢，会有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也是有一个像一个就是180度的大转弯。那这个大转弯，它并不是像前面的，就是从事业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而这个大转弯是有一件事情在推动的，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有某一个契机，就到了那个临界点了之后，就开始变了。尤其是对方的态度，他开始变得比较的热情，比较的积极，比较的知道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跟你就是进一步的去讨论这样子。看看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这个转变可能是会发生在，就是或许你们一起去旅行那个感情加温，这是一个部分或许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部分是，可能工作的变动。工作的变动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得不让他去面对，就是或许是就是两地分隔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变化在这个里面出现了，所以他不得不去面对这个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接下去要怎么样，跟你继续或者接下去要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感的部分这个是我解读到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宇宙宇宙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给到我们第一牌组的朋友，在接下去的3个月，我们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Okay, change. When the ego finally sees the utter madness of trying to control everything, you come to a secret crossroads in your own evolution.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会有接下来3个月会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改变就像我们在那个十字路口它会让我们来到一个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的一个神圣时机的交界点，一个临界点。那这个临界点它会引领我们去到更高一个程度的应该说是灵魂的转变吧。这个是我看到的。另外一个部分是 love。我会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它是同时间同频的，宇宙一直在同频的重复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听到的讯息。所以前面我就提到说这个人他会有所改变，
那现在他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我们会接收到一些爱的讯息。那这个爱当然不仅仅是局限于感情部分的这个爱，或者罗曼蒂克的爱，那还有来自于宇宙的爱，你会感觉到他给予你的爱，还有你自己给自己的爱。所以这个是我给第一排组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要关注我哦，谢谢你们，拜。好了，我选择第2排组的朋友，你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面，会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会发生。那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连接大家的一个能量哈。第2排组的朋友，我们的内在目前我感觉到的一个部分是，有一些伤心的事情嘛，我觉得有些伤心。这个伤心是感觉是为了自己而感到难过，就是我连接到的部分，或许是有一些朋友没有被理解，或者是你没有被看到。我听到有一些朋友是有朋友在背后重伤你，可能有一些事情你明明是没有做的，可是别人却误会你。对，那喉轮的部分有一些事情，就是他会提醒我，就是我们第2排组的朋友有一些部分是没有能够去把它表达出来，并不是说你不想要。我看到的部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表达出来。好像有一种无奈在背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是说理无门，就是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是事实就已经是这样子了，然后你好像跟这个说也不对，跟那个说也好像就是越说越不对劲这样子。好，那我们从塔罗的角度来看一看哈，我们第2排组的朋友的一个现在的能量的状态。Justice, Five of Wands, The Well。第2排组就像我刚才前面有提到的，我们现在内在它有一些挣扎的部分，那这个挣扎的部分其实会给你带来一种无力感，你很渴望有一些事情能够把它很大方的说出来，或者是大声的就是把它表达出来，很希望就是让别人能够知道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你的内在、你的想法，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就是没办法讲我一直听到没有办法讲。我们看一看哈。其实你的内心是觉得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它是不公平的，你并没有办法去对，即使你知道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不公平的状态，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争取你的权益，好像就是被他们说了算就对了。我们来看一看，接下去3个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啊？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
那我会听到，其实我们第二牌组的朋友，就是你们其实自己会去做一些调节的动作。那这个调节的动作，你可能会觉得算了啦，我就不管它了，随便你们怎么讲都好我就远离这趟浑水，我不要再管了，我不要再顾了。但是虽然你的身体，你的就是没有再插手这些事情，可是你的内在它还是会，就是会揪住，就没有完全放下就对了，就是毕竟就还是你的部分嘛，就是你自己还没有放手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你会有一点变成是说，就是说服自己，哎呀，我不要去想了，哎呀，不要去管了，就随便他们怎么样吧。但是就是可能说服完自己，大概好个几秒钟，然后过一会儿那个原本觉得那个懊恼那个情绪，它又起来了。我们来看一看接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听到这个是一个general 的信息哈，就是无论你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你正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信息，那宇宙它其实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它是能够帮你去获得更多的一个内在的力量的，是能够更加勇敢的向前走。对，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以前那个偶像剧里面那个《流星花园》里面的杉菜，就是怎么样也打不倒，就无论今天风吹雨打，或者你都已经在那里摇摇欲坠了，可是你又抬起头来说没关系，你们就来吧，我没有在怕的。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部分。OK，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接下去3个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接下去的3个月，我们第二牌组的朋友我先从我看一看我会看到有些朋友会去读书，这个读书不是再去重返校园的那个读书，可能是你自己会去寻求一些知识，寻求一些就是能够帮助你内在得到平静的东西。那这个书并不一定是就是学术类方面的书，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就是你可能会从书本上获得一些灵感，或者是获得一些疗愈，或者是我听到是你会从书本上得到一些指引，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接下去要走的路是在哪里。那不一定是书本，有可能是你今天在看一个网络文章，也有可能一个部落格，这样子都会启发到你，让你知道说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那其实接下来你会有一盏指路明灯，它会把你引领向你要走的路。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它会有一个给到你一个很好的结局。那并不是说这个很好的结局一定是你所期待的那种结局，而是说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它之后它就不会再 bother 你了，它不会再困扰你了。你的情绪会得到一个平衡度，你会从这个事件里面走出来，去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而且你会是非常开心的，就是
知道说，哇，原来我经历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是宇宙在预备我要去走下面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事情，要去做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啊，而且我会看到接下来你要去走的这条路也好，你要去做的这件事情也好，是你的destiny， 是你要原本就是要去走的，就是因为之前这件让你觉得就是不是那么顺的事情，它其实是在引导你去走向你原本应该要去走的那条路了。这个是我看到，我们看一看啊。其实我会等我一下，我其实连接到2个部分，等我一下啊，我把它整理一下，告诉大家。那第一个部分是跟你们的OK， 我等一下再讲那个第一部分是我连接到大家的这个喉咙啊，你们的喉咙它开始如果说你最近啊，就常常会觉得喉咙卡卡的或者是有一些话到了嘴边也没有办法去说出来，那在接下去这个状况它会好转很多，你会有很多的一些意见的表达，一些想法的输出，去把自己的一些，尤其是这个想法也好，这个感受，当你去把它说出来的那个同时，其实你是把内在的那份创造力，就是你的那些 idea， 它其实都是传输出来了，就是都去把它做出来，或者是去把它传递出来了。那接下去第2排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有点忙，的意思是你会同时去兼顾到2件事情，这2件事情会让你很忙是没有错，但是同时间它会让你觉得很满足，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不是那种哎呦我又要去上班，我又要工作，不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你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哇太好了，我要去做这件我喜欢做的事情了。你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创意，新的点子，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面，也是因为这些创意，这些点子让你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会有2份收入，这个是我看到的。但是这2份这2个部分呢，都是你能够驾驭的，它并不需要，就是它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给到你，因为就是你就觉得做得很轻松，做得很愉快，就很开心很快乐它不会给到你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再看工作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信息要给到我们。你会有很多的内在力量，它再一次告诉我，就是你的内在力量它会比如说你现在内在力量它是8分的状态，那之后你的内在力量它就会上升到9分，就是会往上提高一个台阶。你知道自己要什么，非常清楚明白的自己知道要什么了，就不会再是处于一个很迷茫很慌乱的状态，或者是在那个很纠结的状态里面，就是会越来越清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即使这个时候别人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或者这个是行不通的，对你来讲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内在很笃定那这个是工作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
从情感的部分啊，情感我们第二牌组的朋友有什么样是需要知道的？我听到有朋友是正在计划着要度蜜月吗？如果不是度蜜月，你们也正在计划着要去哪里要做旅行？有伴侣的朋友哈。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好像有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就是意见还没有很统一啊。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对于没有伴侣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伴侣的那个能量更加强烈。我们来看看没有伴侣的朋友的状态。没有伴侣的朋友哈，我这边看到你们有很多对自己的不认可，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不值得，或者是有一种自卑感嘛，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别人好就对了，不够好，不够好。我看一看哈，你们很渴望成为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但是那个样子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就是可能是父母告诉你的那个样子，就是在他们眼中觉得很骄傲的那个你的样子，或者是你内心想着的那个人他所喜欢的那个样子，就是你一直在努力的成为那个人。你一直在努力成为那个人，但是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到底是谁？第二牌组的朋友，对，那个宇宙说，回到自己身上来，看到你自己内在的美好，看到那个真实的你。当你转过头来看到那个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就像一朵久违了的花苞，一朵花，它慢慢的就绽放。你的过往它已经过去了，是一个结束的时候了。就算你不结束，宇宙也会帮助你去结束。无论那个过往是什么，是那个旧有的你也好，或者是曾经的感情也好，它是结束的时候了。在接下去的3个月里面，你会好好的爱自己，看到自己值得被爱的部分。你会很享受跟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不管你身边有人也好，还是没有人也好，你都会很 enjoy 和你自己在一起的时间。你会很享受跟自己待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个不是一种就是躲起来不去见人的那个感觉，而是就真的就觉得是被爱到，被滋养到。你不需要再就是向外去寻求你想要的爱情啊，想要的幸福，你从你自己身上都能够获得。我们看啊，你们接下去的感情啊，当你释放了过去，释放了那个旧有的自己之后，我们的第二牌组的朋友的感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你会从阴霾当中走出来，你会非常自信的看到你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非常的自信，你会在人群中闪闪发光，别人能一眼就看到你。至于另外一半的信息，我觉得我们要下期再着重的来看一看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关于另外一半的信息暂时还没有，因为现在更多的是要去找到我们第二牌组的朋友的自己，找到你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肯定你自己。好，我们看一看宇宙给到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祝福，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哈，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面。Okay, trust. Allow me, Divine, to give you my deepest longings, trusting you to know exactly how to handle them. 相信宇宙，相信你自己。无论你现在正在等待什么，或者正在期待什么，只要你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宇宙它都会交托到你的手上。Harvest， 过去的你都在播种，都在施肥，都在那个等待期。那接下来的你要好好准备，清空你的双手，去迎接属于你的收获了。那这个就是我给第二牌组的朋友的一个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要关注我哦，谢谢你们，拜。Hello， 选择第3牌组的朋友，你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的3个月会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或者变化发生哈。那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连接大家的能量。好，我首先得到的一个讯息是我们第3牌组的朋友，你们目前的整体的能量啊，它就像是在做一个大清理、大清洁有点像打扫除，我们过年的打扫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第3牌组，你们如果看到888。是你们的幸运数字，是你们的天使数字看到888会有讯息要传递给你们其实我会看到第3牌组的朋友，你们是就是很有约束力的，很有自己的，比如说作息时间啊，会有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给自己的要求，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你会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去完成你的目标，去达成你想要去达成的那个成绩那我会看到其实现阶段的你，其实他给你的感觉有一点像进入到了一个瓶颈的状态，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突破现在的这个状态当中像我前面讲的我们有点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像是在做一个清理，就是外面的有一层薄薄的衣服，薄薄的那个皮，它正在剥落。那里面是什么？里面是全新的那个你自己。其实我会看到第3牌组的朋友有一些
朋友会想要去进修，或者是现在这个地方，你所在的地方，或者是你所拥有的这些，它已经到达了一个点了，就是你可能你再努力下去，再继续进行下去，它也就是这样子了，或者是说你已经能够看到它的最终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它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变化，或者是更高的一个高度，让你想要继续去达成，或者是能够再来继续让你成长，所以你会想要去换一个环境也好，或者是去达成一个更高的目标，想要更多的去训练你自己，去让你自己个人得到成长。现阶段你是有这么一个一个状态啦，应该是说。那我们来从塔罗的角度来看一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想要给到我们第三牌组的朋友，目前现阶段的一个能量哈。Nine of Swords, Eight of Cups, The Well。所以，塔罗也给到我们印证，就是其实我们第三牌组的朋友，你们会思考很多，你们会想很多，比如说我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今天你觉得自己没有在进步，你就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继续的去学习，我想要吸收更多的知识，或者是去学更多你想要去学的东西。其实第三牌组的朋友就是会有一点，当我们静止下来，或者是当我们松懈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好像应该来做一点什么，好像不做一点什么东西总觉得怪怪的。你会去给自己创造一些事情，让自己忙碌起来，或者是让自己有一点事情做，能够去提升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你现在刚刚我说的就那个瓶颈期，它是在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就是你其实很想要去脱离你目前的这个环境，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的环境无论那个是一个什么，反正你你会想要去离开现在的这个你周遭给到你的，或者是你已经很获得成就的这么一个部分，你想要去学习更多，想要去到更远，去看到更远、更高、更远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你会想很多，你会觉得我真的要离开吗？我真的是可以放掉吗？我真的是可以就是这边什么东西都不管了吗？就是你会有内在的那份纠结，会有一种牵挂吧。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的我们接下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其实第三牌组朋友，我连接到你们的能量，你们其实很想要去获得自由。自由对于你们来讲很重要。一旦你们如果说觉得被束缚住了，或者是被限制住了，那个感觉，那不是你想要的。你非常的向往自由。我们看看接下去的3个月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我听到第三牌组的朋友，如果你要
走，去比如说哪怕去做一个短途的旅行，你朝南面走，就是你现在所在地方的南面，会有利于你，会让你去释放你的内心，会让你觉得很放松，会让你会给你充能哪怕是一个短期的，你如果没有办法就是长期的离开，哪怕是一个周末，你就只是去1天都好，往南面走。OK。另外一个部分，当我们能够去静下来的时候，那这个静下来的时候，就比如说你正在像刚才我说的，你可能就抽了1天时间去给自己放空的这么一个时间，哪怕不需要1天，你只是给自己1个小时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静静的跟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你会整理出那个思绪来，你会比较清晰明确的知道你接下来的方向在哪里。其实你内心已经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了，第3排组的朋友，你已经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了，只是你放不下，所以你才没有最后做出那个决定。那这个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内心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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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是你一直都很渴望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去到那个地方，只是你一直都没有狠狠的下定决心说要去。那现在其实你的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其实会有很多的 sign 给你，是来自于宇宙给到你的信息，宇宙给到你的信号，它会告诉你，你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就是你在那个想法的那个当下，正好看到了那个 sign， 它其实就是在给你一个 confirmation。就比如说我前面说到的888，如果你看到了这些数字的话，那说明这个就是给到你的一个确认。对，我看到很多的8，很多的8，第3排组的朋友。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8，那个是你的信号，说明你正在想的事情是获得宇宙的支持的。其实宇宙一直都有在丢东西给你，一直都在给你这些确认，只是你没有去看到，没有去接收到。我们再看一看还有什么更多的信息是要给第3排组的朋友。对，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明确的方向，而且我会把这个部分跟我们的感情一起连起来讲因为前面2组牌我都是把事业跟情感分开来讲，但是我现在看到我们第3排组的朋友，你们的事业和感情，它好像是一起的。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就是尤其是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你去找的那份事业的地方，你会碰到你的灵魂伴侣，你会碰到那个人。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有伴侣了，其实你们2个人会有那么一个聚集点，就是这个就2个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你们的想法会到一起。你们之间有着非常一个紧密的连结，这个连结
这连接非常非常的紧密，就你们曾经许过承诺、许过誓言，发誓要一起去完成它的。那这个可能是，我刚刚指导灵跟我讲，它不一定是情感的伴侣，也有可能是你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就是你们是注定，就是之前就有一个 promise 给到对方，是说这件事情你们这辈子是要一起去完成的，是你们是去履行这个合约的。这个信息来的有点神奇，因为这个不是在我的，这不是在我的这个期待之内的一个信息。好，我们再看一看，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跟工作和感情相关的哈。第三排组的朋友。那我听到有的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失业了，或者是正好是原本的一份收入没有了，不用太担心，宇宙马上就会给你送来别的收入，别的一份经济上的支持。这个是收入的部分。还有，如果说你是因为担心你离开现在的环境，就是没有了那份稳定的收入的话，那其实宇宙也是会说，就是接下来他会给到你想要的部分。那只是说，可能刚开始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慢慢的累积，它会比现在更多。这个是我听到的。那我们看看情感的部分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哈？我们在情感的部分，第三排组的朋友，先好好的去享受跟你自己独处的时间。目前现阶段，或者是说接下去的3个月，我们第三排组的朋友更多的是很 enjoy 和你自己在一起，你会很好的去滋养你自己，很好的去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再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之前的担心太多了，接下去的3个月，你需要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好好的爱自己。就像我前面讲的，你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像剥离的动作，所以接下去的3个月，这个剥离它其实还是会继续的。那个表面的那层灰尘剥离掉了以后，你其实就能够感觉到你真实的内在，你会更加的感受到跟你自己那个连接度，跟你就是自己给到自己的爱是什么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你会更加的爱你自己，更加的享受和你自己在一起的时间。那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充满，那是一种完整，就是你不再需要外界去向外寻找任何的东西，你其实自己就能够自给自足，你自己就能够完全的充满你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去找另外一半，而是说，当你能够变得完整，当你变得变成那个很爱你自己的那个人以后，你自然能够吸引到同频的人进来你的生活。对，这个是感情的部分。那如果说，
因为我听到有朋友说，那然后呢？3个月以后呢，会不会有另外一半出现？哦，那我会建议我看一看哈，会不会有这样的讯息进来？但如果说现在暂时目前没有这样的讯息进来的话，其实是有但是这样的信息它并没有非常的强烈哈。如果说我会建议啦，之后再来看，就是我接下去应该会做一期，就是关于我们的伴侣的部分。那那个会更加的可能更加有连结度，因为3个月以后的事情哈。那因为我们的能量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啦，等到我们自己调整好了，那再来连接你的另一半的话，那个能量会更加的纯粹那如果说你让我现在就帮你看3个月以后其实是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但这个人他即使是出现，他也是那种很匆忙，就是可能就比较短暂的那种。他可能就是有点像昙花一现，但可能比昙花一现更长久一点。就是他并不是一个长久的这么一个人，他只是在路上遇到的一个熟悉的人吧。我会建议大家等你自己调整好了，你会觉得我好爱我自己的那个时候，那个当下的能量再来选牌，再来抽牌，那样子的话会更加的准确，或者是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灵性方面的解读也 OK。对。我们看一看宇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给到我们，有什么样的祝福给到我们第3牌组的朋友。Gratitude. Fill me with gratitude for all you gave. May I be a vehicle for you wherever I go. OK， 宇宙说要请第3牌组的朋友就是充满感恩的心。当我们有了这份感恩的心你所有就是这些高频的能量它都会围绕着你，都会聚在你的身边，无论你去到哪里这些高频的能量它都会给到你。那另外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我们的内在小孩。那在接下去的3个月，像我前面提到，因为我们正在做这个部分的清理我们外围的灰尘要先去把它掸掉。那掸掉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真实的你自己给到自己的爱。那等到那个时候，你就能够和你自己的内在小孩去拥抱，去连接上你会看到真实的你自己。对，那这个就是我给第3牌组的朋友的一个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要关注我谢谢你们，拜。